这个家伙什么情况？居然宁愿去死，也不敢说出背后的真相。如果这个秘密可以让一个怕死的人主动去死，那他牵扯到的事情就绝对不会简单。看来这件事情要远比我想的更加麻烦。你不用这么害怕，我不会杀人灭口。回去之后好好睡一觉，明天你可以吃个早饭，然后报警，让他们把今天晚上我们埋的尸体挖出来。不过如果让我发现你为某些组织提供了什么不该提供的信息，回头下一个被埋尸的就是你了。棺材大哥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，你放180个心吧。行了，停车。怎么了，棺材大哥？停车。坐云渡的车子回16城和送死没什么区别，那个车子上有定位系统。至于司机怎么撒谎，萧一白根本不担心这个问题。半山腰的人能够找到他，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他们掌握了萧一白的住处和一些基本信息。杀死他们的首脑是萧一白给他们的警醒，如果再破坏行里的某些规矩，他可就不会再手软了。棺材，你交给我的手机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联系人，叫做巴士。山哥委托你杀了那个人，在临死之前曾经给这个巴士发过一个求救短信。不过这个巴士并没有回复任何消息，并且我也没有查到和这个 ID 相关的任何人，仿佛这个巴士就是一个皮套空号。看来和迷雾世界有关的任何事都绝不会简单。八尺罗生门。萧一白并没有催促严肃，而是简单和洗衣机交代了关于昨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之后，他就去到了迷雾世界的网站，叫来了一辆破旧的大巴，回到了鬼社。现在距离我的下一扇血门还有很长的时间，我得再接点单子，试试能不能搞到一点鬼气之类的东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鬼气很是稀有，并非是鬼用过的东西就能被称作鬼气。上一扇血门的时候，萧一白想要将孝南用过的尖刀带出血门，但是他失败了。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不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我们接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单子，是朋友介绍的。那个人说他的第4扇血门有一个拼图碎片，我们想进去看看，你要一起吗？换做其他人，我绝不会将一个新人拉入第4扇血门。一来是对对方生命的不负责，二来对方很有可能会拖我们团队的后腿，甚至给团队招惹到灭顶之灾。但萧一白的心理素质我是见识过的，这样一个足够冷静并且积极主动寻找生路的人，放在团队里绝对是利大于弊。还能提前知晓血门里有没有拼图碎片吗？有拼图碎片的血门在提示的下方会专门指出来，而且之前也跟你讲过了，从第4扇血门开始，你们所有的血门提示都会提前出现，到时候你们会有所感应的。当然如果你不愿意去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强迫你。有关于那扇血门的提示和信息吗？有。这个照片的真实性是经过迷雾世界网站审核过的，绝对可靠。鬼片拍摄，平时也看过一些小说，在灵异故事里，鬼片拍摄往往就意味着真的会遇见鬼，而且绝对是1等1的恶鬼。这个血门任务难度很高，我们不会强迫你的。一般这种带着拼图碎片的任务，难度都会比正常的同级血门高很多。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，像这种出现拼图碎片的副本，应该会有很多人都跟着一起进去吧？到时候岂不是里面会乱套？第一，除特殊副本外，绝大部分的副本都有人数限制，最多不会超过20个人。第二，每个执行血门任务的主人带的客人最多不能超过3个。第三，带拼图碎片的血门死亡率一直都高得吓人，不是什么人都敢往里窜。我可以跟你们进去，大概什么时候动身？今夜。这么快？对，我们没有多少准备时间，你要跟我们一起的话，我就拉你进入契约团队了。好。
看着团队上面的成员信息，肖一白才知道，原来他们这次要带的那个人是一个和他们交好的鬼社成员，名字叫做风雨，是一个很阳光开朗的2B青年。到了晚上，刘天棒给他们做了一桌子的好菜，虽然味道很好，可众人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尤其是配合刘天棒那凝重的神情，就好像这是他们的断头饭一样。我说大胡子，你能不能别这么严肃啊？搞得好像我们要事了一样。哈哈哈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在想事情。哟，你这么大心脏的家伙，居然还有烦恼。对。任务：帮助郑超导演完成他的鬼片拍摄。提示1：鬼的本体可以被销毁。提示2：不可随意破坏拍摄场景或是器材。拼图碎片。对，剧本已经选好了，租赁的场地也快到齐了，我这没办法呀，来不及了，时间很紧的，这地儿人家再过1周就要用了，听说是要拿过去重新修建一下，改拍古装剧。之前我朋友给我新剧本的时候，还跟我说过，我那些老式的拍摄道具的换已经不太好使了，这不赶时间吗？先将就用着吧。演员已经就位了，这17个演员倒是挺能吃苦的，像他们这么任劳任怨的年轻演员是真的不多了。编剧和老王他们家里有点事，我已经让他们先回去了，我和摄影师先把这儿原片给拍出来，拍出来之后呢，回头再给他们后期处理。放心，这个星期我一定完工。哎呀，好了，各位，我是郑超导演，大家都听我说2句啊。这一次呢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请各位翻山越岭来条件这么恶劣的地方拍电影，但没办法，这个剧本呢是公司给的，场地也是公司租的，这我说了不算。所以我们尽可能早点拍完，然后早点走。当然各位放心，咱梦龙公司是从来不会拖欠工资的，拍完回去之后当场把账单给各位清掉。我们这一次的拍摄时间只有1个星期，那原计划呢是1天3个场景，一共21个场景，正好7天全部拍完。饮食住宿方面各位放心，公司已经提前派了人过来，在这边给我们准备了足够的帐篷和食材，水源就在山坡的那头，来去3-5分钟，方便得很。另外，剧本我已经都整理好了，马上发给各位。我们待会儿等太阳落山就拍第1个场景。虽然这一部电影是公司强制要求过来拍摄的，而且还是一部小成本的电影，但我可是重度的灵异爱好者，在这样的环境下拍鬼片，怪有点小兴奋呢。行了，你们先等着，我去拿剧本。众人接过了郑超发来的剧本，简单看了一下，大致明了了剧本的具体内容。这几乎是一部纯粹的灵异杀戮剧本。众人的祖先都是害死古宅里面原住民的恶人，他们以探险者的身份来到了这座古宅，想要一探究竟，俗称作死。之后就是在被老宅恶灵的杀戮之中，逐渐寻找到当年的真相。最终剩下的主角和另外一个女主诚心向恶灵道歉，得到了恶灵的原谅，活着从老宅里离开了。这个摄影师表情的不对劲，他脸上的严肃不是那种对待工作的严肃，更多像是在担忧什么事情。他在担忧什么呢？你好，我叫肖一白，是这部戏的配角演员。摄影王鹏。你看上去脸色不是很好，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这肖一白的这句话有点意思。一般来说，问候对方脸色不好的下一句都是你的身体有没有不舒服。可这肖一白似乎笃定我的身体很好，认为我知道一些什么让他感到很不对劲的事。反推回来，能违反正常逻辑说出这句话，是不是他也知道这个地方有问题呢？什么知道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也知道这个地方有问题，对吗？跟我说说，我保证不乱说。导演不是说
之前公司派了一些人来这个地方提前踩点，并且留下了食物和帐篷吗？对，我朋友也是在公司做后勤的。那几个来踩点的人是3天前来的这个地方，但是自从来了之后，他们就没有再回去过。你的意思是，过来踩点的人失踪了？对，一共4个，全部失踪了，一个都没有回去。我朋友报了警，但每次拨打报警电话的时候都显示在线忙。太怪了，太怪了！之前过来拍摄前，他一直阻止我，现在我忽然觉得自己当时应该听他的话。搞不好这地方真的有问题，我是一刻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多待了，赶紧拍完赶紧回去。回头要是合适的话，你想办法跟导演说一下吧，能3天拍完就不要拖到7天。各就各位，拿上自己的道具，小旗子装成探险团，复习一下自己剧本上的内容。现在你们都站到那条路上去，待会儿啊，我呢跪在那边古宅的那座土墙上，你们见我的手势，就开始朝古宅走，然后各自演起来，听懂没有？行，那你们先准备。摄影师就位了没有？摄影已就位。好，开机。这个摄影师究竟看到了什么，能被吓成这样？先不要慌，去看看。你们快看，看那座墙。导演，走过去看看。我们也去看看。我们才进入血门多长时间，那只鬼就已经忍不住对我们动手了。原本以为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信息的 NPC， 现在一个被杀掉，一个跑下山生死不知，这就是有拼图碎片的血门难度吗？小心，一般血门提示给予了明确生路的世界里，鬼都非常凶。我想去那个摄影机旁边看看。我陪你去。这机器还开着。不对劲！怎么暂停了？你们没有发现刚才那个声音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吗？的确，近大远小，这本是一个常识，不仅仅是针对画面，也包括声音。还好，最恐怖的事情并没有发生。靠，这也太邪乎了！任务要咱们拍电影，结果第1天导演和摄影师全没了，卧槽，这还拍个蓝纸呀！任务这一次没有规定时间与地点，而是只给了一个任务，而这种任务往往比限制时间和地点的任务要来得更加凶险。任务要求我们要帮导演完成这个拍摄，那即便是导演和摄像死了，我们还是得要把这场戏拍下去，而且得老老实实按照剧本拍完。是啊，有些人巴不得赶快把剧本拍完，然后大家都死光，只剩下他一个活下去。毕竟他手里拿着的可是女主角的剧本呢。我这也是为了大家好，这可是血门背后的世界，任务要咱们做的事情必然会有巨大的风险，不拍的话，我们就会一直耗在这个地方。你觉得老宅里面的那个东西会放过我们吗？真是可笑啊！不拍的话，鬼就是随机杀人；拍摄的话，
鬼很可能就是按照剧本上固定杀人。你拿着个女主角的剧本，想用大家的命换你的命，这么想拍摄也行啊。我们换一下剧本，你用我的，我用你的，我保证之后我一个屁都不会再放。我擦，是雨雪，这个女人是剧本里第一个被鬼杀掉的配角。如果是按照剧本的流程去走的话，她就是第一个死的人。难怪这个女孩子不愿意配合拍摄。怎么样，换还是不换？每个人的剧本是导演分发的，你拿到了女配剧本，只能怪你运气不好。我凭什么要跟你换？既然你不愿意跟我换，那就特么别站在制高点上，一副我是为了大家好的样子。恶心！在座的各位呢，也别怪我这人太自私，毕竟按照剧本上的流程，最后只有男主跟女主2个人活了下来，其他拿到配角剧本的15个人可是都死在了这座鬼宅里。我知道你们很急，想要赶快拍完赶快走，但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，我是绝对不会拍的。如果你们之中谁要是愿意代替我来拍这个女配剧本，我当然也没有什么意见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夜是没办法拍了，大家还是先想办法找个地方休息吧。那个我说一句啊，导演不是说古宅里之前有人踩过点吗？给我们留了食物和帐篷什么的，我们现在要进去拿。卧槽，什么玩意儿？可能是山里的野兽吧，闻着血腥味来的。山里的野兽，这话也只有你才说得出口。难不成是古宅里的鬼？可他已经把人都杀了，要尸体干什么呢？不要进那座古宅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咱们晚上就在这个空地上休息吧。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估计大家都不是很想进古宅。而且刚才进去的时候我看了一下，里面不但很大，而且宅内地形很可能错综复杂，大家如果不熟悉的话，很容易就迷失。这可是第4扇血门，而且是一扇有拼图碎片的血门，贸然之间和大部队走失，还是在晚上，下场会怎样？不用我多说了吧。的确，现在这个点去古宅里面过夜，实在是找死。我想大家都不是一个人进来的吧，自己的小团队里留一个人守夜，其他的人睡觉，彼此之间最好不要隔得太远。当然你们要是胆子够大，自己跑到其他地方去睡，我也没意见。走。乔姐，为什么给他们说那么多呀？跟众人说这么多，第一是为了提升我在团队之中的话语权，另外一个就是不希望在场的这些人死得太快。按照血门给予的1/10法则，外卖只有死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，血门的难度才会骤然降低。所以如果是要考虑团队通关的话，活着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。白姐，军哥，你没有发现什么吗？先说一点，这个副本看似没有时间限制，其实是有的。还记得我们在出生点时听到导演郑超打电话讲的那些话吗？那时他曾提到过，1周后会有新的人过来将此地进行改造，用于拍摄古装剧。但我想事情可能没这么简单。按照血门的尿性，这1周咱们要是没有完成拍摄进度，那1周之后遇见上山的那些人，恐怕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所有关于拍摄的任务，务必要在1周内完成。话这么说没错，但我个人觉得咱们这一次的重心不能放在拍摄上，而是要根据血门的提示，首先找到鬼的本体，将其摧毁。只要没有了鬼的干扰，我们哪怕是只剩下半天，也能够把这个东西拍完。而如果反过来，倘若我们拍摄的过程之中一直有鬼在干扰，不但拍摄进度会变慢，而且会不停的死人。哎，小哥你呢？有没有什么发现？把你们的剧本给我看看。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线索太少了，盲目的猜没有任何意义。不过我们4个人的身份不错，虽然是配角，但是比较后面才死的。如果他们前面的人想要拍摄的话，可以暂时不用阻止，先看看情况。血门之后一定要见血，我们不害人，但是也没必要刻意去救他们。明天如果有人想开机的话，就让他们去拍吧，也正好印证一下我们按照剧本上的内容去拍戏，是不是真的会死。白哥，我之前看你去和那个摄影师王鹏聊过，你们当时聊的什么呀？也没什么，就是看他神色不对劲，
接着，萧一白将当时的谈话内容都讲了出来。事情就是这样。我知道了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说明那只鬼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出现了。所以那只鬼的本体应该是老宅里的某件东西。你们还记得血门上的提示2吗？不可以随便破坏拍摄场景或是器材，这是血门对咱们的限制，也侧面说明了那只鬼的本体如果不是咱们的拍摄器材，那就是拍摄场景里的东西。如果王鹏没说谎，那这两者的消息就相互印证了，那只鬼的本体就是老宅里的某件东西。缩小了寻找的范围，对于我们这一次寻找生路的帮助很大。没想到这小子脑袋还挺灵光的，但直觉告诉我，这件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白姐，我有一个问题，血门里的提示2对咱们做出了行为上的束缚，那我们究竟要怎样才不算是随意破坏器材呢？这是一条很多前辈们用命试出来的铁则。血门的提示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，破坏的东西最多不能超过1件，等于我们每人有1次试错的机会。假如我破坏的2样东西都不是鬼的本体，那么血门就会完全放开鬼对我的限制，他会在第一时间找到我，并且将我杀掉。原本以为我们有2、3次试错的机会，现在看来，第4扇血门对我们的宽容程度很低啊。我们是不可能拍摄的。拍电影冒风险的可不仅仅是你们几个，大家都在冒着风险拍摄，你们这样坐享其成，是不是太自私了一些？我们当然也不会什么事情都不做。在你们拍摄期间，我们会在古宅里面搜寻，如果能够查找到一些比较疑似鬼的本体的道具，我们会将它们收集起来，事后公开处理。谁知道你们是真的在找，还是自己偷偷的跑到一个地方去偷懒呢？古宅里的东西那么多，到时候随便拿点过来应付大家，我们也不知道呀。是啊，你们也太自私了吧！本来们的难度就已经很高了，还遇见你们这些团队里的蛀虫，真是恶心坏了。蛀虫就蛀虫，你们看不惯，你们也可以不拍啊，谁强迫你们拍了？我们现在还有17个人，一些人死了，其他人也能补拍那些人的剧本，还有7天时间，我真不知道你们在急什么。明知道拍电影可能会有危险，还要去作死，就不能先去找鬼的本体吗？找鬼的本体？但凡稍微有一点智商的人都不可能说出这种愚蠢的话，毛线索都没有，还去找鬼的本体呢？那老宅里东西那么多，你挨个翻嘛，更何况血门对咱们还有限制。随便你们怎么说，在没有找到鬼的本体之前，这个电影我是不可能开拍的。我们走。该死的！行了，他们要去送死，就让他们去送吧，我们自己开。这个场景是用来拍摄第4场用的，也是第1个男配死去的地方。剧本讲述的是，住在这2个房间里的4人，晚上忽然听到了古井里有什么东西在哭，于是他们外出查看，然后就被古井下面的东西全部拖入了其中，杀死了。剧本里也没有讲明藏在古井里的究竟是什么。还是不要靠近那个枯井，进去搜寻一下吧。众人简单的在里边搜寻了一下之后，就去往了后院的柴房。不对劲，为什么会有一股很淡的血腥味？一白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去前面的门看看。我靠，原来他们没说谎，梦龙公司真的提前让人过来踩点了，还给咱们准备了这么多东西。确实是梦龙公司买的物品，上面还专门打了标志的，擦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灰。好。小哥，没什么灰，的确是最近才堆过来的。一白，你在找什么呢？血，这个地方有血腥味，虽然很淡，不过由于通风的环境不太好，所以还是能够闻到一点。行，我们也找找。不对。啥不对啊？一白哥，
之前来到这个古宅里的人，不是被鬼杀掉的。啊？为啥？如果那些过来踩点的人，他们是被古宅里的鬼杀死的，那么3天过去了，他们的血和尸体都不应该还留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进来的时候，如果你们有仔细留意，会发现昨晚导演郑超留在土墙上的那些血迹已经完全消失了。这说明鬼在杀完他们之后，也会将尸体和血迹完全清除。可眼前的地上还留着这么大滩的血迹，却没有残留任何碎肉，这说明死在这个地方的人不是被鬼杀掉的，至少不是被昨晚上我们看见的那个用剪刀的鬼杀掉的。他说的对，地上有被重物拖拽过的痕迹，这说明那些人在被杀了之后，被拖到了其他的地方去了。鬼是不可能留下这些痕迹的。之前白潇潇跟我们讲过，萧一白这家伙很不简单，现在亲眼所见，才知道萧一白与普通新人的差距。这种对于环境的观察力和捕捉信息的敏锐力，就连很多老人都望尘莫及。所以3天之前过来踩点的那些人，不是被鬼杀掉的吗？我的个娘，这地方除了有鬼，还有什么东西会杀人啊？这山里不会还藏这些杀人魔吧？食人魔不太可能，估计是某些大型的野兽，能同时伏击并且干掉4个人的，不是猛虎，恐怕就是熊。我们进来可是没有任何武器在身上的，真要是遇见熊还好说，还有可能跑得掉。如果不小心被山里的成年猛虎盯上，那恐怕和遇上鬼没什么两样。等等，如果按照这样说的话，那岂不是鬼物的本体就不一定是古宅里的东西了，也有可能是咱们从外面带过来的拍摄设备。这么一想的话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呀，因为那只鬼出现的时候，正好是咱们开机之后。卧槽！救命啊！走，去看看。救命！救我呀！求求你们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不对，这院子头顶没有什么树叶遮挡，虽然现在是阴天，看上去要下雨的样子，但是光线依然很足，而院子中央的枯井也没有任何东西遮掩，一眼就能看见，旁边更没有什么湿滑的淤泥，正常人怎么可能会掉入井里呢？别去，不是人。对呀，我们过来的时候基本没什么脚步声，就算有，也不可能传到那么远的井底。那个井底下面呼救的人怎么知道我们来了呢？要知道他刚才叫的可是求求你们救救我！倘若刚才萧一白没拉住我，我过去了，此刻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好，救救我！你们救救我！奶奶的，这东西白天都敢杀人吗？血门背后的世界，白天杀人的鬼怪不要太多，更何况我们这地方应该是要下雨了。你看这乌云越来越重，估计再过1-2个钟头，就算不下雨，我们这山上也没多少光了。妈的，这地方可太邪门了！怎么了？这是刚才那个院子。我操，我们又回来了。对，我们又回来了。一白哥，刚才是你在带头，怎么带我们绕圈子啊？不是我在绕圈，我是朝着古宅门口跑的。刚才我们跑的方位，的确是古宅门口的方向。为什么不救我？你们为什么不救我？你们明明可以救我的，却选择了袖手旁观。我的死都是因为你们，现在你们都来下面陪我吧。操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们还要跑吗？不对，那家伙现在还不能对我们出手，快往那头跑！我操，一白哥，白哥，你真是我哥，你咋知道往这边跑能行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猜测，试试而已。
从昨晚的情况来看，那家伙要是能出手，早就动手了，不会一直趴在井口旁边吓唬我们。他吓唬我们应该有2个原因，第一是他确实暂时没办法出来，第二就是不希望我们从那条正确的路逃走。随便赌了一下，没想到真的赌对了。怎么着？我就说带上100没错吧？他很厉害的。哎我操！我是真的不想进那个古宅了，真的什么都没找到，差点把命搭进去。不对啊，他们气氛怎么怪怪的？喂，你们什么情况啊？你们不是去寻找鬼的本体了吗？怎么空着手回来了？是去找了，遇到鬼了。在哪里？怎么撞鬼的？我们在那个宅子里发现了一些有用的线索，不过对你们并不信任，所以这份线索只能拿来交易。你得先告诉我们一部分。我可以先告诉你们一部分。之前梦龙公司派来的4个在这个地方踩点的人已经全部死了。死了？对，死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看过自己的剧本了吗？看过了。难道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17个演员，除了男女主角，还有其他15个受害的配角。但我们拍的是鬼片，所以鬼呢？这是一个细节问题。我们下意识地将鬼这个身份也算在了我们这17个演员之中。所以鬼呢？谁演的鬼？你们的意思是，作为一部鬼片剧本，从一开始剧本里就没有设置当鬼的演员吗？对，没错。那你们怎么演的？还能怎么演？当然随便找个胆子大的演员去当鬼，按照剧本上的演。好在这个电脑和那台摄像仪器似乎是无线传输的，呵，真 TM 离谱！谁能想到这么破旧的仪器可以做出如此高端的操作？也是托了他的福，我们不用进去陪那4个演员了。看来这其中是受了某种神秘的灵异力量在影响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。对了，你刚才想跟我们说什么？之前来踩点的那些人虽然已经死了，但是他们不是被鬼杀的，多半是山里的野兽。队长，怎么了？鬼物杀人都是有一定限制的，或许那只鬼每天只能杀3个人，只要前3人死掉之后，后面的人就能顺利将电影拍完。没谁愿意来干这种苦差事，为什么我们要来当这个出头鸟？我们选择来做这个出头鸟，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心怀大义。刚刚商量的时候你也听到了，会将这扇门里发现的鬼气和拼图碎片都让给第1队去拍摄的成员，哪怕我们也不确定这一扇门里就一定能找到拼图碎片，但有拼图碎片的血门中一定就会有鬼气，鬼气不值得我们赌一次吗？行了，待会咱们仔细搜索一下，不会出事的。重点搜一下角落，比如床底、柜子里以及门后面。队长，房间里搜完了，没有鬼怪，很安全。行，剧本上的内容你们都提前看好了吧？都看好了。待会儿乔双，你去那个脸盆子那，我在外面敲门，敲完我就会离开，躲到隔壁的房间去。这个时候你们再推门，简单左右看一下，发现没人之后立刻回头，然后古代从床下伸出手抓住床沿，最后乔双你发出尖叫，我们这一幕就算结束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我们3人身上有一个共用的鬼气防身，队长用一个鬼气，为什么总感觉有什么恐怖的事要发生啊？行，那你们各就各位。看来隔壁的乔双已经推开了门，在左右查看了。这个脚步声似乎在来回动，这怎么还不尖叫呢？给自己加戏啊！
本来2-3分钟就能拍完的东西，现在已经拖到了5分钟。要知道，这个古宅里更不安全，拖得越久，遇见那个东西的可能性就越大。妈的，他们在干嘛呢？不对劲，这脚步声根本不在隔壁，而是在我身后。可刚才我并没有推门，所以推门声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呢？难道是房间里的那个老式衣柜？如果说刚才发出推门声的是那个衣柜，那衣柜里面又藏着什么东西呢？现在在我身后不停踱步的又是什么？身上现在还有一件鬼器，可这一件鬼器并没有多么强大，它顶多能够阻挡一下鬼的攻击，但也仅仅就是一下。脚步声怎么停下来？千万不能回头，万一回头就是触发死亡的条件之一，就完了。不行，必须赌一把。妈的，是发现我了吗？得赶紧撞开才行。妈的，这扇穴门里的不是一般的穴门，这个香囊绝对没办法为我争取太长的时间。拍完了没有？拍完了，这个场景应该过了。咱们运气不错，居然没有遇到鬼。行了，这个场景拍完了，咱们先出古宅，看看那头什么情况。老大，我们已经拍完了，先出去吧。怎么回事？走，进去看看。我操！那不是队长的鞋吗？难道队长已经……不可能，他手上明明有一件鬼器防身，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就这么被做掉了？如果队长真的是死在了那个木质的衣柜里，那队长借我们的鬼器，他也就失去了作用。咱们要进去看看吗？不去，赶紧走。开什么玩笑！进去看看，我们现在可是没有任何东西防身的。一旦走进了这个房间，那只藏在房间里的鬼若是将门一关，那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。怎么回事？你们队长呢？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应该是出意外了。事情是这样的。接着3人将他们之前在第一个场景里遇到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。看来事情跟我们想的有一些出入。我们正常按照剧本上拍摄的话，演员未必会真的死。这可不好讲，毕竟在原来的剧本上，第一幕也没有死人。剧本里的第一幕，进入房间的人只是被床下忽然伸出的手吓了一跳而已。说得对，还有待观察。对了，你们都没有进那个房间确认情况吗？已经是进入第4扇穴门的人了，怎么这么粗心呢？喂，你说话不过脑子呀！我们什么保命的鬼器都没有，万一当时那只鬼还在房间里，我们进去岂不是自投罗网？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死吗？行啊，组织一点人吧，和我们一起去那个老柴房的货物间，把帐篷和食物什么的搬出来。看这天应该是快要下雨了，咱们淋点雨倒是没什么大碍。电脑要是淋坏了，大家都没得拍。他说的对，行了，也别争执了，我们要团结才能活下去。白姐，咱们下午干什么呀？先看看他们拍摄下一个场景，那个场景是要死人的。第一个女配死亡的时间到了，而且我思来想去，根据目前仅有的线索来看，鬼的本体应该不是古宅里的东西，有可能是我们带过来的那些物件。白姐，你的意思是拍摄的那些设备吗？血门不会给悖论提示，我们拍摄的摄像机
电脑这些东西肯定不会是鬼的本体，毕竟如果我们将这2样东西摧毁之后，任务就没有办法进行了。哪怕我们解决掉了古宅里的那只鬼，也没有办法继续完成拍摄，完不成任务就会被永远困在这里，直到死亡。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血门的提示就是一个陷阱？不会，越是难度高的血门，上面的提示就越重要，对进入血门的鬼客就越有用。不过正常情况下，鬼都是没有办法被杀死的。这场血门给了咱们除掉鬼的方法，那就只能说明一件事情。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一扇血门之中的鬼会格外的凶残。一般的鬼每天杀人的数量不会超过3个，大部分的血门都遵循这个法则，尤其是前3扇，即便是第4扇到第6扇的血门，也依然有90%以上如此。但这扇门应该比较特殊，老宅里的那只鬼每天杀死的人的数量应该是没有限制的。我猜没限制。感觉上应该是这样，但这样的鬼也并非完全没有限制，它应该是按照某一种我们还不知道的规则在杀人。有些时候经常进出血门的老人，感觉会比证据来得更好使，像是很多英语成绩不错的学霸，他们有时候可能会忘记一些语法规则，但是语感往往很准。会不会是剧本？剧本？哎，有这个可能哦。我们是按照剧本拍摄的，在剧本上除了男女主角，其他人可都是死完了的。如果古宅里的那只鬼是按照剧本杀人的话，岂不是说他们拍得越快，我们就越危险？不行，我得赶紧给他们说一下，不能让这些家伙再瞎拍下去了。怎么回事？走，去看看。这是怎么了？这不是程曦，快跑！为什么我们不往山下跑啊？古宅里不是更危险吗？现在天上在下大雨，下山的路变得又湿又滑，还十分陡峭。如果往山下跑，恐怕就算那只鬼没追上来，搞不好脚底踩滑一命呜呼。而古宅里面同样危险，但是我们并没有了选择的余地。不对，等等，怎么了，100？那只鬼不是来杀我们的。果然没有看到什么鬼影追过来。不对啊，他不是来杀我们的，那是来干什么的？不是来杀我们的，难道是？不好，那个家伙可能是来找他的本体的。先将我们所有人都吓走，然后再拿走他的本体藏起来，这样我们就拿他没办法了。不行，回去看看。这只鬼实在是太可怕了，他甚至拥有一定程度的智慧，连明哲保身的这个道理他都明白。果然，那只鬼消失了。看来我的猜测没错，那只鬼并不是过来杀人的，而是将我们吓走之后，再将他的本体藏起来。坏了，这下他把自己的本体拿走，然后藏起来，那咱们怎么找？这山上这么大，就算他没有藏到山里，随便找个古宅里的小角落里扔着，咱们也找不到啊。我是从来没见过这么狡猾的鬼，打不过对方就算了，没想到连智商都被对方秀了，这是我不能接受的。谁？你们站在门口帮我守一下，我要去里面看看。小心！要小心啊，100哥，那里面。100，发现什么了吗？他们应该也要回来了，先回我们的帐篷，回头给你们讲。我靠，白姐，你这要怎么练出来的呀？
回头教教我姐呗，她就想要你这样的。之前为了受邀，还专门想要去做肋骨拆除手术呢。差不多得了呀，一会儿看出火气了，可没人帮你解决。对了，一白哥，你刚才一个人钻进了帐篷里，在那检查什么东西啊？在检查水。水？对，你们没有发现吗？那个帐篷是完好无损的，但是先前鬼所在的位置却有一滩水渍，之前他身上也是浑身湿透了的样子。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吧？说不定那只鬼是从古宅里面过来的时候身上淋了雨，很符合常理，也符合逻辑啊。你说的有一定道理，但是结合白姐刚才的猜测，你再想想呢？是他的本体淋了雨，之前有那么长的时间，他没有想过要出现带走自己的本体，而是在下雨之后才突然出现的。这说明那只鬼的本体是不能淋雨的，至少不能长时间浸泡在水里。我们带过来的东西其实并不多，除了这些拍摄的必要所用的仪器和一些电池之外，就只剩下了剧本和一些修改剧本所用的笔。笔是肯定不怕水的，只有纸和电池才会。如果鬼的本体不是电池的话，应该就是我们手中的那些剧本。这么说的话，那只鬼的本体真的是剧本？不对，剧本的话也说不通。我们每个人的剧本，大家应该都是拿好了的，起码不会扔在外面的雨里，那东西不会沾上水。确实是这样，剧本是导演分发给我们的，虽然感觉这东西没什么用，但是大家都保存得很好。明明有帐篷，把剧本扔在外面淋雨这样的事情是不太可能的。我去确认一下吧，他们人应该都回来了。军哥怎么样？跟我们之前设想的没差，每个人的剧本都保存得很好，程心也没有死，只是他当时因为害怕，去到了其他队伍里的帐篷中。好不容易抓住的重要线索，突然就这样断了，难道我们思考的方向出了问题？鬼的本体不是剧本？总觉得好像遗漏了很重要的东西，可是一时间也想不起来遗漏了什么。这短短的一天里，发生了不少的事情。他们不拍戏了吗？这个天其实也能拍。古宅里很多地方虽然破烂漏雨，但电脑这些东西可以放在帐篷里，毕竟是无线连接的，摄像机又不怕雨。或许他们不想继续拍的原因，只是因为这场雨实在太冷了。这场雨确实很大，也很冷，众人都心照不宣的没有继续再提拍摄的事情，他们都在等雨停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场雨的缘故，那只老宅里恐怖的鬼暂时没有再出现，或许他跟众人一样，都不是很喜欢这场雨。4人轮班守夜，还是2-2一组？2-2吧，遇见什么紧急情况，互相也有个照应。我守前半夜，你们谁跟我一起？我，军哥，我跟你一起。孟军救过他的命2次，跟着孟军，他觉得安心。如果有个人连续救了我2次，那这个人也会让我感到安心。肖一白，该换班了。好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把你拉到这么一扇恐怖的血门里。哎，在第2扇血门里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现在正好还上。你不也救了我1次吗？非要说还人情，当时你就已经还上了。对了，白姐，你在外面的世界很厉害吗？怎么，一白，你这是有求于我啊？可以帮我查个人吗？或者帮我查一张图片？小事。不过等我们能活着出去再说吧。好。帐篷外面雨还在下着，没有要停的意思。似乎也正是因为这场雨，众人难得的过了一段没有鬼怪干扰的舒坦时间。2人坐在帐篷的门口，有意没意地瞎聊着。渐渐熟络了之后，白潇潇才发现萧一白没有外表看上去的那样情感淡漠，他只是善于隐藏自己的情感，不喜欢通过表情来表露内心。而萧一白也发现白潇潇没有想象的那么成熟，有时候会开一些很幼稚和俏皮的玩笑。我想起来了。你想起什么了，一白？
那只鬼的本体就是剧本。怎么说？白姐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进入这扇血门时，导演郑超在空地上打电话？记得。怎么了？他当时说，对，剧本已经选好了。之前我朋友给我新剧本的时候，还跟我说过，我那些老式的拍摄道具得换。朋友给的新剧本，这么说，导演郑超的手里有2个剧本。对，那只鬼的出现，几乎证实了这个猜想。我们所有人的剧本都安放在帐篷内的，只有导演之前留下的东西还在外面。剧本是只打印出来的，所以才害怕雨水。导演的手里有2个剧本，其中那个老剧本复印了17份，交到了我们每个人的手中。但事实上，这部电影很可能并不是按照我们手上的这个剧本来拍的。在我们手上的这个剧本里，我们是一群来古宅探险的人，但在导演那个朋友给他的新剧本里，我们就是来古宅拍戏的人。这是一种很经典的套娃操作，导演该是采用了他朋友的剧本，但没将事情的真相告诉我们，这样拍出来才会更有真实感。之前来到古宅的那4个踩点的人，也许是导演或者梦龙公司安插在古宅里面的鬼，不过因为某些意外情况导致他们真的死在了这个地方，否则如果他们还活着，我们一定会在古宅里遇到他们。这么一想的话，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。不过郑超导演和他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想到，那个新剧本在血门的力量影响下，居然变成了一只真的鬼。白姐，我得纠正一下你的观点，也许那个导演的朋友知道这个新剧本是鬼。他知道，可一个能跟导演成为朋友且轻松给他一个剧本的人，是不是很有可能会是另外一个导演？如果说在他的手里有第3个剧本呢？如果说在第3个剧本里，连同导演和摄影师，包括之前上山为我们踩点后失踪的那4个人，全都是剧本里的演员呢？2重套娃。不过这也只是我的猜测，而且对于我们活下去没有多大的帮助，毕竟我们只需要找到那个鬼的本体就行了。这座古宅是唯一能够存放剧本地方，这山上林木枝叶间距不小，树下是肯定遮不住雨的，只有古宅的瓦顶才能行。这场雨就像是血门对于我们的提示，不但间接告诉了我们鬼物本体是什么，还帮我们缩小了搜寻的范围。这就是昨晚我的猜测。你们也太牛逼了！这下好了，咱们不但知道了鬼的本体是什么，还锁定了搜索范围。接下来只要发动其他的人，很快咱们就能从古宅里找到鬼的本体，并且销毁。到时候大家就安全了，我们想怎么拍就怎么拍。不是，你们怎么了？怎么都不说话呀？咱们现在离成功就差1步了，这是好事啊！只怕这未必是好事。你还是低估了人性的险恶。风雨、拼图碎片以及鬼气，往往和真相或是生路挂钩。现在狼多肉少，将生路就这么告诉了其他人。那如果他们找到了那个剧本，并且发现旁边有鬼气或是拼图碎片，我们岂不是很吃亏？要知道，血门里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抢的，但是唯独鬼气和拼图碎片抢不了。人家要是先拿到了这2样东西不放手，那咱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当然，这些都还是理想状况。如果让某些狠毒的人拿到了那只鬼的本体，你猜猜他会怎么做？怎么做？他会将鬼的本体藏着，并且以此作为要挟，那只鬼将对他言听计从。接下来他只需要带着剩下的人快速将戏拍完，主线任务完成之后，接我们回家的大巴就会出现，但其他人都回不去了。他会让鬼杀光除他之外的所有人，毕竟鬼杀人的限制很可能是根据剧本来算的。拍完了剧本，就意味着鬼没有了杀人限制。最终，当鬼杀死了其他的所有人后，他再毁掉鬼的本体。接下来，他不但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寻找拼图碎片和那件鬼器，在离开血门的时候，血门还会再额外赠送他一件属于第4扇血门难度的鬼器——一人存活规则。不要去高估任何一个人的道德水平，2件鬼器和1个拼图碎片，在这个迷雾世界里，真的会让人发疯。不要高估人性。血门里危险的往往不仅是故事里的鬼怪，还有一同进入的伙伴。许多死在血门背后的人，到临死的那一刻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被鬼杀掉的，还是被人杀掉的。在血门的背后，你可以不去害人，但是绝对不能不防人。昨夜一白的推测，你最好不要跟任何人讲哦，事关你的生死哟。小鱼鱼，
放心，我保证不会说。现实生活中都有不少为了金钱而发疯的人，更何况在血门的背后没有了法律的束缚，人在这里会变成怎样奇形怪状的模样，谁也说不清楚。咱们就这么干等着啊？当然不是，那些家伙已经忍不住了，很快他们就会继续开拍。他们只要开始拍摄，我们就进入古宅里寻找剧本。目前看上去，鬼不能分身。我觉得有剧本在干扰的话，应该会优先选择杀死拍戏的人，但这也不好说。不过至少进入鬼宅的不只有我们，我们的安全系数就会相对高一些。鬼杀人是跟时间有关系的，拖得越久，我们也就越危险。早一点把戏拍完，对我们都有好处。他们进去了，走，我们也进去。他们怎么进去了？谁啊？白潇潇他们这4个人，我记得之前也是不拍电影的，为什么会这个时候朝古宅里面跑？谁知道呢？或许他们又想通了吧。我觉得不对，这些家伙看上去有些老练，而且一开始拒绝拍戏的态度非常干脆，现在突然进入了老宅里，他们应该是发现了什么。我想跟过去看看，你要去吗？不去了，我就在这里待着吧。如果能顺利带着他离开这扇血门，我就能够收到一大笔财富，足够我在迷雾外面的世界挥霍好几个月了。行，那我过去看看，你最好和那些其他的人待在一起，这样遇见危险的概率会小很多。糟了，我忘带剧本了。哎呀，白见你当时走的最后，也不提醒我一下。那东西放在咱们的帐篷里，不会被人拿走了吧？无所谓，那些东西本来就没什么用，拿走就拿走吧。行吧，既然100个你都这么说了，行了，赶紧走吧。一共3间房，2人一组，先搜2遍，再搜中间，发现出了问题，立刻大叫通知其他人。你很怕我们找到那个剧本？软神婆，这边是出现的人，既然能直接对第4扇门怎么上？大部分诡计都属于限制类和被动防御类，查探类型的诡计比较少，用处也比较有限，只有极少数的诡计可以对鬼造成伤害。虽然他们无法杀死鬼，但是这一类的诡计可以为他的拥有者拖延不少的时间。不行，这鬼太挣脱束缚了。快逃！怎么回事啊？白姐呢？被他调包了，落单的人会更危险，希望他没事。不行了，我跑不动了。我操，那鬼也太防不胜防了，居然能变成我们的样子。确实，之前他已经这么做过一次，我早该有所防备的。可是我还是大意了。如果不是你之前在外面忽然问了他一个问题，我也不会这么快反应过来。这么看来，我还是有点用啊。不过话说，白姐是什么时候被调包的？不知道。在进入那个宅子之后，
就没有人再跟他说过话，而且他是走在了小队的最后面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是继续去找那个剧本，还是先去找白姐？找人。我就知道孟军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很冷，其实对于朋友一直很在意。准备一下，咱们回去看看。我们走了这么久，那只鬼怎么还不出现啊？难道是去找那群拍戏的人了吗？有这个可能。那这鬼倒是挺雨露均沾的。就算这鬼去找拍摄的人了，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。谁知道这古宅里还暗藏着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危险？白姐，在经过简单做了确认之后，他们才确定眼前的这2个女孩子都是本人。卧槽，白姐，你什么情况呀？刚才吓死咱们了。我也不知道，刚才我走着走着，忽然就发现你们不见了，我也出现在了一个陌生的小路里。当时我第一时间就想着鬼应该是找到我了，可是我等了半天也没见着鬼影，后来才反应过来，他应该是去找你们了。后来我在宅子里乱晃，想过来找你们，路上就遇见了他。那个鬼有这样的能力，却没有对你动手，反而是先选中了我们，真有意思。鬼杀人难道不是随机的吗？是随机的，但也不是他有挑选的优先性。无论是最开始被杀掉的导演郑超，还是后面杀掉的那个小队队长徐武，他们都是在落单的情况下才被砍掉的。这说明鬼更喜欢杀一些落单的人。有2种可能：第一，鬼的这种能力被血门限制过，他不能在调包之后立刻对被调包的人动手，不然也太过于变态。第2种可能就是这个小院的3个房间里的确有重要的东西，他如此急着对我们出手，是为了阻止我们。你们刚才有找到什么重要的东西吗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找到。那你呢？拜托，我可是跟白潇潇一起的，我要是找到东西了，他能不知道？而且我也根本不知道应该找什么。我靠，你这女人说谎真的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啊！你不知道要找什么东西，你就往这古宅里闯。我跟你说，你说的这话，我家里那没断奶的小侄女听了都得摇头。我进来是因为看到你们进来之后，我才跟着进来的。古宅里这么危险，你们进来干什么？我们当然是进来找鬼的本体的，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还用问？而且现在是最好的时候，前面刚有一堆人进去拍戏了，鬼盯上我们的概率不高，而且就算盯上我们了，也不会一直盯着我们。要不我跟你们一起吧，多一个人安全一点，而且我也能帮上忙。人精，真是人精！要是直接跟我们询问你们是不知道鬼的本体是什么，那我们肯定会直接摇头否认。可这个女人索性问都不问了，直接想要加入我们。如果我们不同意，那就间接说明了我们的确知道了有关于鬼的本体的重要线索，并不想让一个外人参与进来。如果我们同意，他就能够借着我们帮他打掩护，在古宅里寻找鬼器和拼图碎片。毕竟和我们4个拿着鬼器的人一起行动，可比来一个人在古宅里乱晃要来的安全的多。哇，你这个女人好不要脸啊！借着我们4个人给你当挡箭牌是吧？别这么说嘛，这古宅那么大，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是鬼的本体。你们4个人找来找去，肯定没那么容易找到。多个人的话，也多一个劳动力，不是吗？可以，不过期间如果找到了鬼器和拼图碎片的话归我们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带上你。而且当我们找到了鬼的本体后，也不会第一时间销毁它。你知道我们会做什么？我认栽，我玩不过你们4个人，而且看上去都不蠢。在这个副本里，我确实没有优势，而且我还带着一个拖油瓶。咱们交易吧，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条非常重要的生路线索，作为交换，你们找到鬼的本体之后，必须要保证我和我朋友的安全。可以，线索是什么？聪明往往会让人作茧自缚，鬼也一样。不是你把我们当傻子逗呢？随便说一句玄乎其玄的话，就是寻找鬼的本体的线索。我并没有说过这是寻找鬼的本体的线索，可能是，也可能不是，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，这是一条生路线索，一条来自于血门之外的生路线索。
至于究竟是不是我在这里卖弄玄乎，你们只要找到了生物，自然就会明白这个提示是不是真的。知道了，感谢你提供的线索。如果我们找到了生路，或是找到了鬼的本体，发现你没有在忽悠我们，我们会履行承诺的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这古宅里面待着确实不安全。其实我这次进门没有多少想拿走鬼器或是拼图碎片的心思，之前本来还想将这个线索跟其他人分享一下，让大家一起帮忙寻找生物，但由于我们这一次进入血门的人有那么2-3个是独狼，没有队友，所以我不敢赌，你们懂的。你们觉得他的话有几分可信啊？可信度很高，他没有骗我们的动机。外面那些支持拍摄的人肯定是更不靠谱的，时间拖得越久，对他越不利。我们要是死光了，他的处境只会更加难看。不过我更加在意的是，他的这张血门提示之外的生路线索，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难道说，君条条就是那个叫红豆的人？又或者，还有更多的人收到了那些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发来的神秘信件？算了，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怎么活下来。这些事情等出去了之后再慢慢查证。聪明会让人作茧自缚，鬼也会。这是一条非常模糊的信息，但上面的某些字眼已经得到了证实。这只鬼的确是非常聪明的一只鬼，它不但会利用雨天阴森的气氛吓走众人，拿走它的本体，还会调包和伪装。而君条条刚才给我们的提示里，表明了这只鬼在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似乎会留下某种破绽。行了，目前也没有什么头绪，还是先寻找鬼的本体吧。奶奶的，那鬼可真精，把剧本放什么地方去了？找了这么多地方都没找到。你们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那个鬼根本就没有拿走剧本，或者说他没有将剧本放在古宅里？你说的对，我们可能被那只鬼耍了。之前剧本鬼的本体被淋湿的时候，他身上下全都是湿漉漉的，但是就在刚才我撞见那只鬼的时候，他身上却一点水都没有。你们看这雨，下个不停，山上的空气十分潮湿又阴冷，10几张纸叠在一起，若是被淋湿了，哪怕是放在一些干燥的地方，只怕也很难在一个晚上彻底干掉。所以仔细想想，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湿透的剧本快速干燥起来呢？只有有火的地方才可以这么快让湿透的剧本干燥，所以真正的那个剧本应该是在空地上其中一个帐篷里。君条条给予的提示应该是正确的。之前我们来古宅寻找的时候，那只鬼放着那群拍戏的人不处理，却是先找上了我们，很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暗示我们，他的本体的确在这座古宅之中，害怕本体被我们找到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他身上干燥的样子反而暴露了他。我们快走，赶紧回空地上。剧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，每个人的手上都有一份，而且几乎一样。唯一不一样的，就是每本剧本的封面处都有一个不同的身份。倒也不是说谁拿着什么身份的剧本就非得拍什么戏，演员要是不配合，光有剧本也没用。所以待会我们分头寻找，他们肯定会给我们的。好。找到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眼前这个剧本应该就是古宅里那只鬼的本体了。只要摧毁了这个剧本，那只鬼就会消失。先别急着摧毁，先给我看看，这个剧本里应该有着重要的线索信息，或许能凭借它找到关于拼图碎片以及鬼气的方法。剧本上的内容和萧一白之前猜测的其实没太大出入，这个新剧本里也有他们所有人的戏份，只不过在这个新剧本之中，他们并不是来古城探险的人，而是配合导演来古宅拍戏的演员。剧本里面也出现了那个拿着剪刀的鬼。我们果然被导演阴了，他奶奶的！你这是在干什么？现在每天都在鬼扯生死逃亡，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怎么行？得锻炼一下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扇血门里的鬼气，应该就是那只厉鬼手中的那把红剪刀了。谁？
卧槽，什么玩意啊？这只鬼是变成咱们的跟班了吗？站起来！岂不是现在我们在这扇血门背后，不但已经安全了，还获得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打手？剪刀给我！又是这一股刺入骨髓的寒冷。根据之前的经验，这把红剪刀不但是一把鬼器，而且是和那本古书一样的强力鬼器。东西我先帮忙收一下，回头出去之前我们再做定夺。现在是要马上摧毁这只鬼，还是留着？我的建议是最好赶快清理掉它。虽然现在它的本体在我们的手中，但我们是人，不可能不休息的。只要我们一不注意或是一个恍神，它就有可能会将它的本体夺回去。这玩意儿留在手里像是一把双刃剑，但我个人更喜欢称之为定时炸弹。我们又不需要利用它去杀死其他人，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留下它了。我们已经拿到了一件鬼器，很赚了。拼图碎片当然也要尽力获取。我的建议是可以摧毁这只鬼的本体，但暂时不要告诉其他人。我们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好好在古宅里搜寻一下，争取找到那个藏起来的拼图碎片。这种事情你们做决定就好了，不用问我，我毕竟就是个混子，嘿嘿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把这个剧本处理了。好了，现在距离天黑还有不少时间，古宅也不算很大，咱们还是按照之前的分组，2两一组，一组搜一边。还分组啊？咱们1人1组，会不会搜得更快一些？1人1组会搜得更快，但也可能死得更快。目前还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副本里没有其他危险。我的建议是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而且时间上来得及。他们再一次进入了古宅，开始详细的地毯式搜索起来。在古宅里面拍戏的那些人也是格外顺利，没有再遇见恐怖的事，甚至顺利的让他们自己都感觉到有一些不真实。走，进去看看。不对劲，好像漏掉了什么。又或者说是忽略了什么？发现什么了吗？100。没发现什么，只是心里有一点不安。作为有着拼图碎片的第4扇血门，到现在为止就死了2个人，其中一个还是 NPC 导演郑超，这一次进入血门的可是有足足17人，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2天，却还剩下16人，就好像那只拿着红色剪刀的厉鬼在消极怠工一样。对了，白姐，之前你遇到君条条时，在房间里找到了什么东西？找到了一件鬼器。还有鬼器？你确定这是鬼器吗，白姐？确定，你摸摸就知道了。又是这种不正常的冰凉。你多留意一下这种感觉，之后在副本里找到了鬼器，就能第一时间辨认出来。我有一个疑惑，不知道白姐能否为我解答一下？你说，我以为鬼器应该都是血门背后的世界里和重要的角色有关的东西，譬如我在第1扇血门里拿到的那个血玉，它是小女孩的母亲求来的，专门用于镇鬼，又像是我在第2扇血门里拿到的神婆的那本古书，这一扇血门里从厉鬼手里获得的这把红剪刀，我觉得这3者之间有某种共同点，所以想向你求证一下，我的猜测是否是正确的？这一点我倒是没有特别留意，但是你非要这么讲的话，似乎是这样。我拿到的鬼器也都和血门背后的重要角色相关。如果说每一扇血门背后的鬼器都跟重要的角色是有关联的，那我手上的这把匕首和谁有关呢？这把匕首为什么会沾血？沾的是谁的血？谁用过这把匕首？难道古宅里还有其他的厉鬼？这也只是一个猜想，暂时还不用太过于担忧，多加小心。咱们还是以先找拼图碎片为主。靠，那拼图碎片能放什么地方去呢？他娘的，古宅都翻遍了呀，真没地方翻了，连那口枯井我都下去找过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你们下午去找拼图碎片的时候，
在古宅里有没有遇见什么奇怪的现象？一白哥，你这么一问的话，倒是也有一个地方不太对劲。哪里不对劲？你们别这么看着我呀，我就是感觉上有些不对劲。没关系，畅所欲言，这儿都自己人。可，我就说，你们别太在意啊。今天下午和军哥一起在古宅里找东西的时候，我总感觉什么地方好像有东西在盯着我。就是那种浑身发毛的感觉，你们懂吗？只有在房间里的时候会好一些，一旦出现在能被雨淋到的地方，就都能够感觉到那股目光的注视。看你们表情，你们也感觉到了吗？我没有那种感觉，但我觉得你的感觉应该没出错。可能当时在古宅里的时候，真的有什么东西一直在盯着你。我靠，一白哥，你别这么吓我呀！吓人也不是这么吓的呀！这穴门背后的鬼都已经死了，还能有什么东西盯着我们？我也有这种感觉，而且非常的清楚，并且那种被人偷窥的感觉，只有在躲进屋子里的时候才会消失。离开古宅之后呢？离开古宅之后就没有了。那个咱们明天还要去古宅里找拼图碎片吗？我的建议是，明天一早就跟所有人摊牌，让他们尽快把剧本演完。我心里有一种很不安的预感，我总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快要发生了。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2件鬼器，可谓是大赚特赚。赶紧做完血门交代的任务，活着回去才是真的。是啊，这座古宅实在是有点邪门，见好就收才是正确的选择。一大清早，萧一白几人便将剩下活着的所有人全部都叫了起来，并向他们说明了现在的情况。众人听完之后将信将疑，但是萧一白他们竟然带头开始拍摄电影的后面剧情。在拍摄了几幕必死的场景之后，眼见没有任何一个人出事，之前那个拿着红剪刀的无眼男人也没有再出现。众人总算是相信了萧一白他们，虽然他们的心里多少有些小心思，想着这扇血门背后的诡计和拼图碎片，但是也必须先等拍完电影再说，毕竟主线任务关乎他们所有人的生死。很快就来到了最后一幕。接下来这一幕也很简单，女主角逃到了一座生长着一棵巨树的院子里，仰头看见了树的上方有恐怖的东西在凝视她，惨叫一声，昏迷了过去。然后男主出现，抱起她逃出了古宅，整个电影就算拍摄结束了。赶紧拍吧，只要拍完了这一幕，破旧的大巴车就会来接我们回鬼社。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进大巴车，大巴车就不会发动，直到任务的隐藏时限结束。到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，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寻找拼图碎片，哪怕是遇到了危险，我们也能以最快的速度躲进大巴车里。摄影师已就位，男主已就位，各就各位，开机。OK， 结束了。太好了，现在拍摄完成了，很快大巴就会来接我们。诚心，快醒醒！什么情况啊？走，过去看看。诚心，快醒醒！诚心，快醒醒！有鬼！妈的，诚心你疯了吧？鬼早就死了，哪来的鬼？拍戏拍傻了吗？有，真的有，我看见了，就在古宅中央那棵老槐树上，上面挂着4具腐烂的尸体，还在对我笑。
你们相信我，你们相信我啊！那4具挂在老槐树上的尸体，绝对是鬼，绝对是。这么说的话，难道老宅里真的还有鬼，而且是4只？别怕，我们的主线任务已经做完了，大巴车马上就会来接我们，到时候不管有多少只鬼都没关系。我们不是已经完成任务了吗？为什么大巴还不来接我们？妈的，怎么回事？那该死的车子怎么还不来？按理说，我们的任务应该已经完成了，难道是白潇潇那边出了幺蛾子？你在这里好好待着，我去白潇潇那边看看情况。好。怎么回事？我们也不是很清楚。按照你的提示，我们的确找到了那只剪刀鬼的本体，并且杀掉了他。后面拍戏的时候你也看见了，他没有再出现。但现在戏拍完了，按理说我们的任务应该已经完成了。可是为什么大巴车还不来接我们？白姐，大巴以前出现过晚点的情况吗？没有出现过。只要主线任务完成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大巴车都会准时出现。所以现在大巴车没有出现，就意味着其实我们的主线任务还没有完成。应该是吧。可是咱们的主线任务不是帮助导演郑超拍摄电影吗？现在老剧本、新剧本的内容都拍完了，任务已经完成了呀。什么新剧本？事情是这样的。接着，白潇潇跟他解释了新老剧本的事，也将萧一白之前的猜想告诉了他。如果是新老剧本都已经拍完了，任务还没结束，难道还有第3个剧本？不应该呀，哪怕一白的猜测属实，那第3个剧本也应该是在郑超的朋友手里。郑超肯定是不知道第3个剧本的内容的，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死在古宅里。因此，就算真的有第3个剧本，那也跟郑超没什么关系。众人陷入了沉默。如果说血门任务上写的是帮助导演拍完这部鬼片，那就真的很有可能会出现第3个剧本，因为任务上没有指明是哪个导演。然而，血门上的任务陈述已经非常明显了，指名道姓就是郑超。郑超的手里理论上只会有2个剧本，而这2个剧本的内容他们都已经拍完了，可是任务还没有结束，事情仿佛走入了死局。怎么了，一白哥？卧槽，果然老宅里还有厉鬼，而且是4只。妈的，之前盯着我们的不会就是他们吧？不好，他们过来了。我先回去了，我雇主还在那里，我得保护他的安全。不对，那4只鬼不是冲着咱们来的。那个方向是下山的方向。他们要干什么？要下山吗？卧槽！原来他们是堵住了咱们下山的路，想要来个瓮中捉鳖。快跑！快，朝着古宅跑！待在空地上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救命！快救我啊！快，有一只鬼追过来了！大意了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那4具尸体生前就是被这把匕首杀死的，而且杀掉他们的不是鬼，是人。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们死后血迹和尸体都没有消失。可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之前没看见他们出来杀人呢？看来之前我们的套娃猜测成立了，虽然现在从逻辑上还有些说不通，
但是从结论上来讲，郑超导演应该是有第3章剧本，只有这样才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拍完了前2个剧本之后，血门主线任务还没有结束。但我们之前已经找过了郑超导演留下的遗物，那里只有2章剧本，没有第3章剧本了。如果存在第3章剧本的话，那他现在会在哪里呢？第3章剧本绝对不会离我们太远，拿不到那张剧本，我们所有人都要死。外面有4只鬼，我们不可能一直躲着，迟早会被他们找到的。随着后面死的人越来越多，活下来的那些人面临的压力会翻很多倍。仔细想想，咱们一定遗漏过很关键的信息。他走了。抱歉，刚才有点紧张。没事，我也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小公主。不过下次你牵女孩子的时候，可别这样了，毕竟不是什么女孩子都顶得住你这么用力。外面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再加上还有大雨，贸然出去绝对不是什么好的选择。原来第3章剧本在那个地方。在哪里？郑超的手里。郑超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对，如果说郑超死掉了，那我们之前的推理就会出现一个不合理的地方，那就是第3章剧本应该是在郑超朋友的手里，郑超本人也只是他朋友剧本里的一个演员，一个牺牲者。但你有没有想过一种情况，郑超根本没有朋友，死去的那个郑超导演也不是真的郑超。第1天晚上死去的导演不是郑超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的？看见这些水渍了吗？鬼一般是不会被雨淋湿的，至少在这扇血门里不会，除非他们的本体现在正在雨里。可他们没有去找自己的本体，而是直接奔着我们来的，这说明他们根本不怕雨。再对比之前有关他们的一个行为细节，那就是这4只鬼从古宅出来之后，第一时间没有来杀我们，而是先堵住了我们下山的路。与其说是在瓮中捉鳖，倒不如说是他们现在的本体此刻正在山路上淋雨，而他们堵住路口，是怕我们下山后发现他们的本体。根据上一只剪刀鬼来推测，鬼的本体大概率是一种物品，应该不会被随意丢弃，因此就很可能存在一个带着物品的人。所以现在在山下的人还有谁呢？摄影师王鹏。对，或者说真正的郑超。还记得我们是怎么确认导演郑超和摄影师王鹏的吗？是他们自己说的，我们是他找过来的演员，按理说是应该认识他们，至少应该认识导演。可是在最开始集结我们的时候，那个胖子还专门自我介绍了一下，说自己是郑超导演，这说明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熟，他是故意说给我们听的。这2个人从一开始就在演我们。没错，跟第2扇血门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实际上这场戏从我们恢复意识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开拍了，只不过第2扇血门玩的是文字游戏，会更容易被察觉。而且那个死去的贾郑超只怕也被演了，如果他一早知道自己会死，肯定不会来这个地方。至于摄影师王鹏这个身份，则更加难以引人怀疑，毕竟人们喜欢先入为主，潜意识就会把站在摄影机旁边的那个人当成摄影师，他甚至不需要开口，从我们看见他的那一刻，他就被打上了摄影师的标签。我被骗了，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被骗。那个叫郑超的导演是一个非常善于利用镜头语言和玩弄人心的家伙，也是一个为了拍戏不择手段的疯子。
背后竟然有这么大的局。从始至终，最可怕的都不是鬼怪，而是那个将我们所有人玩弄于掌心的导演郑超。当然，君条条给咱们的那个线索也很重要。聪明会让人作茧自缚，鬼也是。我们总觉得后者才是重点，而忽略了前面的那句，但实际上二者都是重点。郑超用那一句简单的"我是导演郑超"控制了我们所有人的思维，但他没有想到，也正是这句话暴露了他真正的郑超。现在恐怕正在山路上，通过某种方式拍摄着我们大部分人在山上的一举一动。或许这才是孟君和风鱼先前那种被偷窥的感觉的由来，而不是老槐树上的那4具尸体。毕竟在那个时候，这4只鬼可都是处于被封印的状态，没有了拿着剪刀的厉鬼干扰，那股仍旧被人偷偷窥视的感觉就会变得很明显。我们还真得感谢这场雨，是它给了我们重要的线索。或许这就是血门的怜悯吧。你要准备冲出去吗？这是唯一的生路，只有找到了这4只鬼的本体并且摧毁，我们才能活下来。你的想法没问题，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古宅里有3只恶鬼正在搜寻我们，且不论我们能否安全躲开他们的搜查，就算是咱们真的躲开了，到了下山的路口还有1只恶鬼盯着咱们。此去山下，一旦咱们的推测错误，就意味着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，刀一直都在他们的脖子上。虽然他们都有鬼气，但鬼气的使用是有限制的。除了探查类型的鬼气，其他防御、束缚，甚至是攻击类型的鬼气，一个血门世界里最多能够触发3次。无论进入该扇血门的人带了多少鬼气，都只有3次使用触发机会。事情发展到了现在的地步，鬼身上的束缚应该已经不多了。还记得我们之前走的那条路吗？昨天下午往那条路出去，我们都没有感觉到任何窥视感。我想是因为那条路上没有郑超的眼睛，我们从那条路出去。救命！走。第一扇血门里得到的那块血玉到底有多么珍贵啊！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有一块可以侦查自己周围鬼的鬼气，那简直就跟开了挂一样。可惜血玉已经彻底碎了。走，快跑！救命！我是程心啊，救救我！我不是鬼。你们快救救我！救救我啊！只要你们愿意救我，你们想要什么都可以。快跑！程心这行为显然就是见我们不救他，索性要把我们一起拉下水。求求你们救救我！谁能来救救我？我真的不想死，我不想死啊！救救我！救救我啊！别走啊！快救我！你们快救我啊！救救我啊！救救我！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血？难道已经有人先我们一步朝着古宅外面逃去了吗？不行，正门被鬼守着，不能走这头。先返回，在这里待着不安全。坏了，现在两边都有鬼，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跑。这里。你的手怎么回事？还不是那个该死的男人！
不久之前，我们被鬼找到了，我给了他一件鬼气护身，又用另一件鬼气暂时封住了那只鬼5秒钟。本来我们可以一起逃出去的，可更护那个家伙担心逃不掉，竟然将我一脚踢回了房间里，并关上了门。你收回借给他的鬼气权限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我要他活着。具体的原因，君条条没有告诉二人，二人也识趣的没有问。他们原本就不熟，更何况这是人家的私事。他应该已经走了。对了，你们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？我们要下山。下山？对，下山。事情是这样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二人也都没有再隐瞒下去了，将自己先前的发现和推测全部都告诉了君条条。所以，你要跟我们一起走吗？这扇血门里，我只有一次使用鬼气的机会。如果你们的推测错误，那我们也会死。好，我跟你们一起。不过现在古宅的大门口有一只厉鬼在那守着，我们不能直接过去，哪怕可以利用鬼气将其暂时束缚，这一点时间也不够支撑我们跑到下山的路口。更何况下山的路口处还有一只厉鬼，现在整座古宅都被完全封死，想要离开必须得另辟蹊径。不过我倒是知道一条路，是我之前偶然发现的，可是我们得先有铲子才行。怎么？那条路还要自己挖？你们还记得宅子东边那座土墙吗？之前我无意中在土墙上看见了一个老鼠洞，这座土墙完完全全是用泥土堆砌起来的，里面没有砖头和石头，被大雨一冲，肯定又黏又湿。只要咱们有工具，很快就能挖出一个洞来。我记得之前发现血迹的灶房里有一把火钳，那东西能用，而且灶房距离这个地方并不远，一起去的话，目标太大了。你们留在这里接应我，顺利的话，我大概5分钟就会回来。路上小心。快出来，外面没有鬼，我们趁现在赶紧过去。你们帮我望风，我来刨这个土墙。刨开了。真没有想到，萧一白这副看似瘦削的躯壳下，竟然隐藏着这么强大的力量。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个地方和古宅大门形成了钝角视觉盲区，足够支持我们跑到至少一半的路程才会被古宅那边的鬼看见。但无论怎样，等我们跑到接近下山路口的时候，就会被2只鬼同时发现，到时候还是会面临前后夹击的问题。想要安全通过路口，至少得有1个人留下来，在合适的时机吸引住宅底门口的那只厉鬼的注意力。要不我来？别用这种眼光看我，我可不是那种会为了团队牺牲的人，只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。我失血过多，跑不快，一旦在空地上被鬼追，
几乎是必死无疑。反倒在这座古宅里，还能利用地形和他们周旋。我救过你们的命，也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。这君条条不愧是一个从第6扇门活下来的人，求生欲望简直已经强到了极点。他知道自己应该坚持什么，应该放弃什么，应该配合什么。对于自己目前遭遇的情势，也能有一个明确的判断。好，你自己小心。喂，怎么了？帮我个忙，如果最后我死了，请将这个带到昆华医院2号病栋的604号房，交给一个叫君路远的人。好，不过我还是希望这东西最后能还给你。谢谢。走。再等2分钟，现在还不确定，君条条是不是已经吸引走了古宅大门口的厉鬼？你把这个拿着，它可以让梳过头的人1分钟之内无法被鬼选中。待会我会帮你吸引走那只厉鬼，我体力很好，而且还有其他的鬼气傍身，它无法锁定你，你能直接下山。务必要找到这些厉鬼的本体，并且将它们摧毁。快跑，白姐！你可真是太让我游戏结束了，郑超导演。好，你可真是这一次拍摄的意外之喜啊！虽然鬼的本体很可能是物品，但我也不能完全确定。你也被雨淋湿了，所以为了我的朋友，只能请你去死了。这种看着自己一点点死去，却没有办法阻止的感觉，是不是很美妙？不要杀我，我可以让他们停下。他们的本体是什么？我衣服的带子有一根笔。现在可以安静了吧？走吧，我们上山。如果那些厉鬼还在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那厉鬼快追上我的时候就消失了，我就想你应该是成功了。既然这样，郑超，那你就没有任何活下去的意义了。
别杀我，我可以给你们资源，让你们成为大明星，到1年你们就会大红，我还可以请公司为你们。不用了，山上死了不少人，给他们谢个罪吧。剧本上的内容让他感觉到头皮发麻，上面记录的赫然正是他们之前经历的所有事情，甚至包括他杀死了郑超。怎么可能？是剧本的问题吗？那岂不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剧本上设置好的剧情？我们只不过是这个剧本的提线木偶吗？不可能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扇血门根本没有任何意义。这个剧本应该是对我们已经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个记录。也是，所以之前导演郑超看见我之后才会说我是这一次拍摄的意外之喜。现在导演死了，所以拍摄结束了。太好了，结束了，终于结束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个任务怎么忽然结束了？不知道，有人把任务做完了吧？走，咱们赶紧回大巴车。我下次再也不进有拼图碎片的血门了，太贪婪的吓人了。是啊，当时被4只厉鬼逼入古宅时，我们还剩下16人，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却只剩下现在这么几个。如果不是我们之中有人做完了任务，恐怕还要继续死人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白姐，我们没事。你们有看见君条条吗？没有。死了。萧一白，希望你能完成我们的约定。这个女孩就这么死了，一个过了6扇血门的老人，一个在被队友背刺的绝境下都能从鬼手里逃生的强者，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死了。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，你不要自责。而且无论进入血门多少次，人都是这么脆弱，随时都会死，习惯就好。走吧。回去后再拿出来。没事的，别害怕，有我在。迷雾世界就是这样，人很脆弱。别说是君条条，当初盲叔披荆斩棘来到了第9扇血门，已经是万中无一的人中龙凤，最后不一样死在了1扇低级门里。也许未来的某一天，我们也会这样，稀里糊涂的就死掉。血门是一种诅咒，它会让所有人在绝望中失去珍贵的一切。萧一白感受着掌心的这种温暖，思绪再一次回到了他很年轻的时候。那个时候，萧一白是一匹真正的孤狼，他不会交朋友，也不敢交朋友。洗衣机告诉我的，在混乱地带想活下去，任何人都信不得。所以，面对生命的事情，萧一白毫无知觉，他没有时间了解他们，唯一的焦虑就是送他们脑门一颗。但是君条条不一样，他理智、自私，但又并不邪恶，有着自己的思考，并且知道怎样权衡团队和自己的利益，还在关键的时候救过他和白潇潇一命。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孩。从为数不多的接触和细节上，几乎可以猜到
君条条进这扇血门是为了那个迷雾网站上接的单子，随行的那个男人更户应该是给了他很多钱，而他迫切的需要这笔钱，以至于哪怕被更户背后捅了一刀，都没想过要反抗。至于为什么如此渴望这笔钱的原因，只怕是为了赚钱给君路远治病，才来血门里冒险的。回到了鬼社之后，已经是深夜。白潇潇和孟君先去休息了。风鱼加了萧一白好友，向萧一白再三道谢之后才下了线。不过萧一白没有休息，他先是乘坐破旧的大巴离开了迷雾世界，然后又打了一辆深夜的士，来到了昆华医院。你找谁？请问君路远是在这个病房吗？对，你是路远的亲属吧？他姐姐怎么没有来？他姐呀，有点事。你们要聊的话，小声一点，我爷爷睡着了。好。是姐姐让你来的吗？抱歉。为什么要跟我说抱歉？你的姐姐救了我们一命，但我们却没能救下她。既然你欠我姐姐一个人情，那就帮我一个忙吧。什么忙？带我去迷雾世界的终点，我会在那里和我的姐姐道别。这个男孩怎么会知道关于迷雾世界的事？而且他好像还知道一点关于迷雾世界终点的事。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，我也有，我什么都不确定，但是我想试试。姐姐是我在这个世上的唯一亲人，你们可以对不起她，但是我不能。看看吧。拨开重重迷雾，去往终点。在彼岸的尽头，青铜树盛开的地方，会与死去的至亲再相见。怎么样？你欠我姐姐的人情，还给我吧。她从来这样，走的时候都还没跟我说再见呢。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想再见她一面，然后再跟她好好道个别。你知道这封信件是谁寄给你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它是突然出现的，也没有任何署名。但上面内容应该不是虚假的，因为就在我收到信后不久，姐姐便跟我讲过有关于鬼社和迷雾世界的事。你不就来自那个地方吗？没有被迷雾世界选中的人，即便了解到关于迷雾世界里面的事，也很快就会忘记。但为什么君路远能记住迷雾世界？难道是因为这封信的缘故？如果你听你姐姐跟你讲过，那你就应该知道那个地方究竟有多么危险。我知道那是一个属于鬼怪的世界，但我不怕，哪怕死在了路上，对我而言也算是一种解脱。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吧，回头我要先和鬼社里的人问问，再确定一下。谢谢。行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好。棺材，上次那张图没查到什么有用的信息，只有一个算命的，瘦弱不堪。看着这张图之后，跟我唠了唠，事后还抓着我，非得给他钱，不然他就报警，说我什么欺负夏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什么的。那个人长什么样子？你能大致描述一下吗？长什么样子有点说不太出来，当时也没太注意，反正就是一假瞎子，戴了个圆框墨镜儿，衣服真是穿的老复古了，我也没去问他，就当时乘凉的时候把那画放旁边，结果他路过的时候看见了，便上来跟我攀谈，说什么可以帮我算一卦。那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跟我讲，这幅画的意思就是命。对啊，你知道他们这些算命的就喜欢扯这些。他跟我讲，那幅画上画的是一人叩门，那不就是个命字吗？倒也有几分道理。那假瞎子又跟我说，这幅画的意思就是入门即入命，只是那门被鲜血覆盖，有大凶之兆，入命之后十死无生。嗨，都是些江湖术士的骗术，扯得我头心痛。入门即入命吗？
这过往的27年里，萧一白从来没有信过命，他一直是坚定的无神论者。从他16岁入行，跟随军队进入边境混乱地带，到他21岁离开，萧一白的手上已经沾染了不知道多少人的鲜血。倘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，那他一定已经死了。不信鬼与神，自然也就不信命。可现在，萧一白的观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当他进入迷雾世界之后，他发现或许冥冥之中真的有一股力量在操纵这一切，坚定的意志正在发生动摇。行了，不聊了，我这边事儿还多呢。等我手里的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，再帮你查查信吧。实在查不到，我也是真没辙了。好。喂，白姐，我是萧一白。说吧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个组织。什么组织？罗生门。你是从什么地方听到这个组织的？有关于现实世界的一些事，我不太方便说。行吧，这也不用查。罗生门不是迷雾世界外面的组织，他们的主要势力盘桓在迷雾世界之内。巅峰的时候，听说那个鬼社里曾经有过6名通过第8扇血门的大佬，不过听说前一阵子出了变故，死了2个，但依然属于迷雾世界内的巅峰势力，很多大单子都是直接找他们预约的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我也了解的不多。盲叔的死可能跟罗生门有关系。你查到什么了？只是猜测，无意间接触到的。之前16市发生过几场命案，我有个朋友恰好是在警察局工作，跟我提到这个事，具体的细节我也不能过多透露，抱歉。无事。还有其他的事情吗？我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人，他想进入咱们的鬼社，有没有办法？他没有被血门诅咒过吧？没有。那就可以，不过你最好还是劝那位朋友想清楚，血门背后的世界实在是过于诡异残酷了。那有机会的话，我先带他来给你看看。没问题，我住在迷迭乡，你到时候带他来迷迭乡的门口，然后给我打个电话就行。好，白姐，那就先这样吧，我先去吃饭了。好。我知道那幅画的意思。你说来听听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我需要你跟我见一面。不见面？哎，线索告诉我，我可以给你钱。为什么不见面？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么急着要跟我见面，如果不是杀手，那么就说明你也收到了那封神秘的来信，对吧？杀手又是什么？哎，我发现你小子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遇见我真他妈算你运气好，要是你遇到杀手，估计现在坟头草都3米高了。长话短说，你收到了神秘来信的这件事情，最好不要被任何人知道，至少调查的时候不要大肆张扬，一定要低调低调低调再低调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群杀手是专门负责处理这些人的，而且那些杀手非常厉害。这些杀手来杀你，是因为你接了山鬼的单子，惹到了罗生门。现在看来，也许这件事情还另有隐情，会不会和收到信有关？如果不是因为接了山鬼的单子，而是因为有人知道了我收到了这封信呢？可是知道我收到了神秘来信的人只有居鸠和鼹鼠，可居鸠现在坟头草都已经长出来了，难道是鼹鼠？不可能，我跟鼹鼠的关系很不一般，而且鼹鼠如果真的想要害我，也不会等这么久。多半是鼹鼠在帮我寻找那封信的来源时，不小心暴露了那些信息出去吧。王叔会不会也是因为收到了神秘的信件之后被盯上，然后杀掉的？盲叔的死因一直都是一个谜，没人知道当时在血门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唯一那个跟随盲叔一同进入血门，见证了所有事情的新人，现在已经人间蒸发了。喂，兄弟，你还在不在呀？在。我靠，你这么久不回消息，我还以为你嘎了。行了，该跟你说的也说完了，告诉我那张图到底什么意思？一人叩门视为命，入门即入命。又下线了，
也不知道是走了还是死了。走吧，出院手续已经办好了。看得出来，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离开过医院了。对，自从得了病，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么绚烂的世界了。你得了什么病？白血病。治疗这个病需要大量的钱，我们家里穷，那些钱都是姐姐用命换来的。我一直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，不想看见姐姐活得这么累。是啊，一个姐姐怎么可能会放任自己的弟弟这么死去？喂，白姐，我们到了。行，我马上来接你们。